准备换台手机玩和平精，先调一下设置。然后我看到这有个明晃晃的震动功能，之前我没有理睬过这个功能，觉得大概率也就是把手机震一下。结果点进去，我发现这功能有点东西啊！这台手机只能开启低品质震动，而这台手机可以开启高品质震动。这震一下怎么还分低品质高品质咯？理工科直男直觉告诉我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打算抛弃我的刻板印象，琢磨一下该功能。我说说我的理解我们先谈高品质下的震动。我们看和平精的震动功能有非常多是吧？我认为可以把它们分为2种类型。我们玩手游，触摸的是冰冷光滑的屏幕，开枪呢就是按住屏幕，我们和屏幕之间是没有互动反馈的。可要是高品质状态下开启武器震动功能，手感有一点像是扣动扳机一样，增加了拟物感，在听觉反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触觉反馈。还有载具撞击也是一个道理，感觉有点像握着方向盘撞到了什么东西一样。我跟你说，最有意思的是载具起步的时候，我似乎感受到了车辆低速状态下方向盘微微抖动的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增加了沉浸感。第2种类型呢，就是危机提示，比如开启脚步声震动，敌人靠近我就会震动，还会随着距离的不同改变震动强弱。开启枪声震动后，敌人开枪，手机也会震动告诉我。就我还发现一个好处这样新手玩家就可以快速区分出脚步声、枪声是敌人发出来的还是队友发出来的。前面我不是说到吗？有低品质、高品质，这其实是跟我们的手机的马达类型有关的。低端的马达呢是转子马达，只能开低品质。我的感觉是能震，但拟物感真实性差强人意。好一些的是 X 线性马达，能开启高品质。目前在售的 iPhone 机型和市场上的主流安卓机型都已经支持了高品质震动，它震起来有轻有重，有快有慢的节奏感，有不同的强度、不同频率的组合方式，还能实现震感随音频变化而变化，会让我觉得，这触觉反馈就应该是这种感觉，会感觉到一些真实感、沉浸式的交互体验。不仅如此，我还了解到这 MTGPA 触觉反馈技术还能帮助到视障玩家。可能有的观众就困惑了。视觉障碍者是指盲人吗？因此很难想象该功能可以如何帮助到视障人士。其实视障分为了全盲和低视力，在低视力患者中，根据不同的致病原因，视障人士看到的世界也不同，比如青光眼、白内障、光视症。之前鹅厂有款功能手游叫《剑》，这个游戏呢为我们模拟了某些视障人士眼中的世界，一片漆黑，可视区域非常小。那在某些视障人士眼中呢，可能他们看到的和平精是这样的，右上角的小地图呢就看不清了，而此时呢，他们可以根据震动效果来感知。就普通玩家是听觉加视觉嘛，那视障玩家呢就是听觉加微弱的视觉再加触觉。触觉反馈技术能一定程度上帮助视障玩家无障碍的体验游戏。既然游戏上行得通，那么是否可以探索到生活领域呢？还真的可以。12月2日的时候，鹅厂和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联合发起了一个战略项目，目的是推动触觉反馈技术在无障碍领域的应用，探索怎么用这个技术去帮助视障人士更好的生活、工作。因为正好12月3日是第30届国际残疾日，我们也可以展望一下这项技术未来会有什么应用场景呢？这项触觉反馈技术现阶段是通过不同的振动组合表达不同的含义，比如说未来会不会有智能拐杖的出现呢？利用超声波、互联网、物联网等等技术识别附近的障碍物、红绿灯，再配合上声音和震动提醒。短震一次呢代表可以走，前方向的长震一次呢代表前方半米内有障碍物，左方向就是左边。长震一次，短震一次，再长震一次，代表前方地面有坑，又能知道红绿灯的方位、倒计时信息等等。在社交方面，比如聊天软件的无障碍模式下，在语音提示的基础上加入触觉反馈效果，比如发送键就把震动效果做得像按下东西一样，返回键的震动效果就像是弹出东西顶到手指一样。学习方面，比如说学音乐，那么是否会有一种设备呢，让视障人士通过触觉来看乐谱？当然了，它不仅能够用声音播报出来，还能用不同的震动组合来表达哆来咪发嗦拉西，用不同的震动强弱来表达音强音弱，用不同的震动时长来表示音是否延续，可能感觉起来就像是音符在指尖跳跃。对于其他方面呢，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个人相信现在还不是触觉反馈技术的上限，仅仅是因为手机马达只能做到这种效果了。未来触觉反馈的硬件设备要是更强大的话，那么这项技术能不能让视障人士用触觉感受到虚拟世界呢？足不出户，却好像真的是在打高尔夫球、钓鱼等等等等。当然，我们回到现有的技术方案用特定的振动时间、强度、频率组合代表特定的意思呢？如果真的想帮助视障人士的话，会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可能这个软件或设备短震一下代表数字1，那个软件或设备呢长震一下代表数字1。大家标准不同，这就是要搞死人
不过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鹅厂的这项触觉反馈技术已经成为了国际标准和行业标准，他们就是在逐步统一标准化的接口。以游戏中的和平精英为例，不同设备或者不同的系统，只要开启同样品质的震动功能，触觉反馈的效果是一致的。作为一名游戏玩家，也很期待这项触觉反馈技术在日后能够在生活方方面面帮助到更多的视障人士，以及应用到更多的领域。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不妨点赞支持一下吧。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我们评论区见。